在巴以冲突升温之际，14号，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布林肯介绍了正在访问中东的情况，以及美方对当前巴以冲突的立场。王毅表示，巴以冲突不断升级，面临失控风险，中方反对一切伤害平民的行为，谴责一切违反国际法的做法。中方认为，维护自身安全不能以伤害无辜平民为代价。军事手段没有出路，以暴易暴只会造成恶性循环。王毅指出，当务之急是尽快停火降温，避免加剧人道主义灾难，遵守国际人道法，开辟人道救援通道，支持联合国凝聚国际共识，安理会发挥应有作用。王毅强调，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实两国方案，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实现巴以双方和平共处。没有阿拉伯和以色列两个民族的和解，就没有中东和平。中方呼吁尽快召开国际和会，推动达成广泛共识。王毅表示，大国在处理国际地区热点问题时，应坚持客观公正，保持冷静克制，带头遵守国际法。中方将继续根据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基本原则推进劝和促谈，美方应切实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问题尽快回到政治解决的轨道上来。布林肯表示，美方支持以两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支持联合国为缓解局势、提供人道救援发挥作用，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双方还就中美关系简要交换了意见。王毅表示，近期中美陆续开展一系列高层接触，双边关系出现止跌企稳势头，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欢迎。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共识，克服干扰，排除障碍，拉长正面清单，缩短负面清单，切实尊重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中美关系回到稳定发展轨道。布林肯表示，美方愿同中方一道落实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巴厘岛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负责任地管理美中关系，推动美中关系保持稳定。13号，在刚结束的第12轮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王毅对记者表示，针对当前巴以冲突严峻局势，中方认为当务之急是尽快停火止战。我们将积极地参与联合国安理会的紧急的磋商，我们也支持古特雷斯秘书长刚刚提出的关于保护平民的紧急的呼吁。我们还将通过联合国渠道继续向加沙地带以及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提供紧急的人道援助。王毅指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是当今世界不断被撕开的伤口。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夙愿迟迟未能实现，在于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的历史不公一直未能得到纠正。以色列有建国的权利，巴勒斯坦同样有建国的权利。以色列人得到了生存的保障，巴勒斯坦人的生存谁来关心？王毅表示，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将于近期访问地区有关国家，为推动停火止暴、局势降温做出积极努力。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中方将继续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公道一边，站在国际法一边，站在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愿望一边，站在人类良知一边。连日来，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密集同巴勒斯坦、以色列、埃及、沙特等中东国家外交部负责人通电话。10月13号，翟俊应约集体会见阿拉伯国家驻华使节和阿拉伯国家联盟驻华代表处负责人。阿方高度赞赏并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秉持正义立场，希望中方继续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翟俊表示，中方对当前巴以紧张局势加剧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感到痛心，反对伤害平民的行为，谴责违反国际法的做法。当务之急是保持冷静克制，保护平民，为缓解人道主义危机提供必要条件。国际社会应切实增强推动巴勒斯坦问题的紧迫感，回到两国方案的正确基础上，实现巴以两国和平共处。巴以冲突牵动全球各国的神经，在以色列要求加沙地带超100万居民24小时内前往加沙南部地区后，国际社会强烈担忧人道危机的可能性，包括欧洲、美国、伊朗等世界多地爆发抗议示威活动。但有美国媒体披露，从国务院发出的邮件显示，拜登政府似乎并不希望巴以局势降温。
另有沙特消息人士透露，该国与以色列之间的和解计划已经暂停，并已通知美方。这被认为是美国外交的一大挫败。来看报道。布林肯重申，以色列有权展开进攻。As I said yesterday in Tel Aviv, Israel has the right, indeed it has the obligation, to defend its people and to try to ensure that Hamas can never repeat what it's done. 在布林肯此次行程中，最受关注的是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约旦首都安曼的会面。布林肯强调，哈马斯并不代表巴勒斯坦人民要求尊严和自治的权利。他还呼吁约旦河西岸保持平静。Had a very good conversation with President Abbas and the Palestinian Authority, and among other things, the Palestinian Authority is acting effectively to try to ensure that there is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the West Bank. 阿巴斯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管理着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他所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简称法塔赫，是巴解组织8个成员中实力最强、影响最大、人数最多的主流派别，与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是竞争对手。阿巴斯在与布林肯的会晤中呼吁立即停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侵略，向加沙提供人道援助，以及恢复遭以色列切断的对加沙的饮水和电力供应的必要性。他重申，巴解组织才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合法代表，而不是哈马斯。巴勒斯坦这个内部分歧是由来已久的，最主要的从这个力量来讲，有主战派、主和派，像哈马斯就属于主战派，像阿巴斯领导的巴解组织就是主和派。以色列这个利用巴勒斯坦这种分裂呢，实际上是对哈马斯进行时而紧时而松，也使得巴勒斯坦呢始终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合力。那么这个结果呢，应该说是也是导致到现在巴以和平进程迟迟向南推进的重要因素。美国防长奥斯汀也在中东。13号，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加兰特举行会晤。奥斯汀重申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并表示美海军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已抵达中东地区。美国还增加了在中东的战机数量。美国防部随时准备在必要时部署更多军事力量。Security assistance from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is already rapidly flowing into Israel. That includes munitions and air defense capabilities and other equipment and resources. 此次哈马斯对以发动袭击后，以色列情报机构及其合作伙伴美国中情局备受诟病。当着内塔尼亚胡的面，有记者当场质问奥斯汀，中情局是否提前获悉了哈马斯袭击的消息，却未告知以方。If we had known or if we know of a pending attack against an ally, we would clearly inform that ally. 外界注意到拜登政府态度矛盾，一方面宣称全力支持以色列，但同时又强调以方应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避免伤害平民。有分析指出，这凸显了拜登面临的微妙平衡。这个很大程度上呢是美伊特殊关系和美国国内政治的这种决定的。美国防长这一次访问以色列呢，从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避免以色列的过度的扩大战事和这个战争的这个外溢带来一些不可预测的后果。数据显示，对于当前拜登政府的中东政策，在民主党内部有20%予以反对，共和党则高达65%。So does it have a potential impact on 2024? Well, I think it could. It's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foreign policy issues do typically take a backseat to more domestic issues when it comes to national elections. Another thing to consider is that both form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current President Joe Biden have fairly strong records as staunch supporters of Israel. 14号，俄罗斯媒体援引美国《赫芬顿邮报》网站的消息称，美国国务院发出邮件，要求其外交官避免公开发表有关美国不希望看到更多暴力的言论。美国外交官员提供给媒体的材料中，也不能包含降级、停火、停止暴力、停止流血或恢复平静这些词语。赫芬顿邮报表示，这一披露提供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信号，表明在以色列扩大对哈马斯的攻势之下，拜登政府无意推动其亲密伙伴保持克制。中东升温的结果是一定会把美国又拖进中东这个泥潭，但是呢，美国也面临着以色列刚刚遭受的这种惨重的这个损失、牺牲之后，他当然不能劝以色列停火，不仅不劝以色列停火，还要给以色列站台，派航母去支持力挺以色列，而且给以色列补充大量弹药。让以色列对加沙对哈马斯痛下狠手。那么只有以色列
进行了这个充足的令国内舆论满意的这种报复以后啊，那么美国才能出来劝以色列收手，才能劝双方保持平静。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更新先生您好。这次巴以冲突似乎比其他地缘纠纷显得更具有极端惨烈的特点，那您对此如何看呢？是的，这次巴以冲突或现在常常被称为以哈对撞，即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暴力对抗，确实具有比其他地缘冲突更明显的极端性、惨烈性、复杂性的特征。所谓极端性就是指政治诉求的极端性，比如说双方都公开表示并以实际行动去实施要把对方一个偌大的族群从地球上清除掉的政治目的。这样极端的政治诉求，在有史以来的世界各地的各类冲突或战争中并不多见。所谓惨烈性呢，是指双方互相厮杀手段的残暴和血腥，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所谓复杂性呢，就是指如此尖锐的仇恨对抗的两个族群，却历经几十年、上百年，一直比邻相居，共处一地。这些特征存在就有它的合理性，但是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和负面的破坏性。这种局面可能会长期存在，很难马上改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呢，是多方面的。从内因来看我们从世俗的角度比较看重的，比如说经济因素。这里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能源基地，是世界经济的生命线。这里呢是战略要地，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引来了各类大国群雄逐鹿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都在这里作恶多端，贻害无穷。但上述的各种矛盾呢，也使得各个大国在此地碰得头破血流。原来的美苏或者美俄、欧洲等，特别是美国都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是麻烦大于利益，损失大于所得，是帝国的坟墓，于是都在逐渐的离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里才有了走向和解的各种转机。但是呢，这次的以哈以冲突升级为代表，又一次表明，这里依然有复杂的内在矛盾，依然有无休止的争夺，也积累了太多的仇恨。这一切都决定了这个地区目前的困境。美国高官接连访问以色列，来势汹汹。那您认为拜登政府真的要在乌克兰之外开辟中东第二战场吗？耿先生，世人皆知犹太社群在美国有极大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经济、金融、媒体等众多的关键领域，并通过直接参政和间接游说、捐款等方式影响着美国的政治。目前，拜登政府中的犹太裔高官差不多在最高决策层中占了一半，这个比例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高的。这种影响力直接塑造着美国的巴以政策。于是呢，很多朋友就会认为，美国会下场和以色列并肩作战，或坚决支持以色列打到底。这可能是高估了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高估了美国今天的实力，却低估了美以关系的复杂性，低估了美国今天面对的困难。首先呢，今天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亲密。这次冲突升级之后，拜登在表态坚定支持以色列的同时，也时刻不忘维护美国的利益，已经在讨论美国深度介入这场战争可能引发的风险，希望以外交与威慑手段相结合，防止冲突的扩大。其次，美国要维护在中东的利益，但这是美国的利益。以色列虽然是美国的代理人，但是其子要服从其手的利益和安排。这次美国虽然表示了支持以色列打下去的态度，但是我必须要指出，美国一直与以色列的强硬路线是有所区隔的。当年美国就曾经调解巴以关系，并达成了妥协，还为此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嘛。美国近年来的基本政策是撤出中东，缓和中东，集中力量来对付中俄呀，
现在乌克兰战局已经让美国捉襟见肘了，再陪着以色列打这场类似阿富汗的仗，美国即使有心，也实在是无力了。美国目前众议院还在停摆，预算和立法都是变数，而且现在乌克兰这个花美国钱又打不好仗的小兄弟啊，已经让拜登很头疼了。如果要把力量转用在中东来，那乌克兰怎么办？美国国务院的高层已经要求其外交官在公开场合表态的时候，不要使用降级停火、什么结束暴力流血等词汇，以示强硬。但其实这不过是拜登政府目前有心无力、色厉内荏、处于进退两难的一种姿态罢了。